长期喝黄芪水，人为什么会变瘦？医生，黄芪水的副作用要了解。黄芪是一种豆科植物，目前我们市面上购买的黄芪主要是摩荚黄芪和蒙古黄芪的根部，干燥后切片，其中含有多种多糖、皂苷、微量元素和氨基酸等对人体有益的成分，并且在中医理论中，黄芪具有温补之性，能够补脾肺之气，升举阳气，固表止汗，利水消肿。而被誉为补药之长，所以经常作为一种保健食品被人们使用。但是滥用黄芪也会对健康造成危害。近来我科接到一位患者，白女士今年32岁，年轻时很注重身材管理，但是因为工作压力比较大，饮食也不健康，体重开始逐渐上涨。3年前由于孕期没有控制，家里一直在劝她补养，生产过后更是比怀孕之前重了30斤。这几年虽然尝试过运动和节食，但是工作生活的忙碌也让她很难坚持下来，甚至还吃过减肥产品，可这些产品吃过之后都是腹泻，瘦了又很快就会反弹，还吃坏了胃，让白女士很伤脑筋。2个月前，白女士和朋友聚餐时聊天，听说黄芪泡水能减肥，是中药，不会腹泻，还不用担心有副作用。白女士就去药房咨询，看到黄芪价格低廉，想着试试也不亏，就买了半斤回家泡水喝。喝了1个月下来，果然瘦了3斤多，而且除了小便次数略有增加，感觉便秘次数少多了，身体也没那么沉了，精神状态也充沛了很多。白女士想着不如多放一些，再喝上一阵，而且黄芪水味道也很清新，不像想象中的中药那样难以入口。于是每天抓2把泡上1壶，反复冲泡能喝1天。半个月前，白女士就总觉得鼻腔、嗓子干干的，还有些红肿，晚上心烦意乱，入睡困难，以为是春天换季时节气候干燥的原因，就没在意。近几天开始加重，咽喉疼痛，还出现头晕的症状。白女士担心自己身体出了问题，所以来医院就诊，想要检查一下。在问诊时，白女士并未提及自己正在喝黄芪水。我们根据她所述症状对她进行了检查。血压142/84 mmHg， 收缩压在临界值，舒张压正常。心率102次每分，心率略偏高。检查咽部黏膜弥漫性充血、肿胀，双侧扁桃体不大，咽后壁未见淋巴滤泡，喉黏膜红肿，考虑有炎症。由于有头晕症状，我们建议他进一步做血常规、头部核磁共振检查，明确病因。结果显示血常规和头部核磁显示未见明显异常。根据检查结果，我们嘱咐他再观察观察。目前没有明确的疾病，最近不要给自己太大压力。可能是有点上火了，白女士这才表示，之前身体都挺好的，喝了黄芪水瘦了之后，还总是有小毛病了。我们赶紧追问她黄芪水是什么时候喝的，这才确定了原因应该就是长期服用大量的黄芪水导致的，于是让她先不要再喝了，停1周试试，下周再来复诊。1周之后，白女士没有再到医院来，我们按例进行随访。白女士说口干舌燥的感觉缓解多了，嗓子也不肿了，就是还有点心烦，睡眠质量不好。本意是想用黄芪水减肥，结果还喝出了问题。其实，在一开始白女士是适合饮用黄芪的，只不过后来想要一蹴而就，快速见到效果，过量的饮用起了副作用。我们建议她想要减重，要保持清淡合理的饮食，规律作息，配合运动才是科学的减重方式。黄芪似乎的确能让人变瘦，白女士在刚开始时就有这样的体会。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效果呢？1. 长期喝黄芪水，人为什么会变瘦？黄芪的利水消肿作用是其中一个重要原因。很多肥胖人群属于痰湿体质，往往由于脾胃虚弱，导致食物积滞在体内而不能运化代谢，而生痰湿。黄芪有健运脾胃的功效，进而加强脾胃运化水湿的功能。黄芪使清气上升，所以水液也会下行，产生利尿作用。现代研究表明，黄芪中含有的黄酮类成分参与调节水液代谢，使渗透压平衡，提高肾小球过滤率，促进钠氯随尿液排出。黄芪能够增加新陈代谢，变瘦的原理主要是摄入的热量小于代谢量。研究认为，黄芪甲苷可改善心肌能量代谢和增强心肌收缩力，扩张血管，改善微循环，从而使人体全身气血周流加快。
提高基础代谢，达到减轻体重的目的。黄芪中含有的黄芪多糖能够增加肠内双歧杆菌、乳杆菌等益生菌的含量，能够促进肠道健康。黄芪皂苷能减弱胰脂肪酶的活性，从而减少对饮食中脂肪的消化吸收，但不起抑制食欲的作用，所以能够在保持健康的前提下维持身材。因此，黄芪让人变瘦，不是因为它具有减肥的功效，而是通过调理全身健康状态，间接地达到减轻体重的目的。当然，仅仅依靠黄芪水依然无法变瘦，要配合节制饮食、规律运动才能有更好效果。不只是在保持身材方面，从维护健康方面，黄芪也是对人体十分有益的。但是，要建立在用对、用好的前提下，滥用黄芪反而会危害健康，产生副作用。二、长期喝黄芪水会带来哪些负面影响？口干烦热。由于黄芪具有补气生阳的作用，而且药性温热，喝黄芪水过量，或阴虚、湿热等本身体质比较火旺的人喝黄芪，容易出现上火、伤津的症状，比如口干舌燥、咽痛心烦、睡眠不安、大便干结等等，升高血压。现代研究发现，黄芪中能够提取出活血、扩血管的成分。在中医理论中，黄芪能够升举阳气，并且具有双向作用。当用量15克时，可使血压升高；30克会发挥降低血压的作用。日常饮用黄芪水很难达到高剂量，而且这需要在医生的配伍用药、安全指导下进行。血压偏高的人群服用黄芪会适得其反，常常会出现血压升高、头晕、头痛、颜面泛红等症状。过敏，大部分人能够对黄芪耐受，但是有一小部分人对黄芪中的蛋白质、多糖类物质产生应激。实际上，过敏是服用黄芪最为常见的不良反应，症状多样，包括皮疹、流涕、腹泻、喉头水肿、哮喘发作、发热，严重者可引起休克。此外，一些不良商家会进购硫磺熏过的黄芪，增加重量，表面看着更干净。一些中药熏留是必要的，但黄芪并非如此，新鲜的黄芪药效更为肯定，而且硫磺长期服用有中毒的风险，加重原发疾病。本身有积食、腹胀、两胁胀痛的患者服用黄芪水会加重脘腹胀满的症状。感冒的时候也要暂停服用。中医认为，感冒时体内有外邪侵袭，服用补益的药物会助长邪气，而且外邪不能排除，导致难以痊愈。黄芪水不是人人都能喝，但对于适宜人群，黄芪能起到很好的作用。在日常生活中，怎样才能安全有效的使用黄芪呢？二、服用黄芪的注意事项。一、黄芪的适用人群。肺脾气虚的人最适宜服用黄芪，这类人群常出现气喘、乏力，正常运动量下比别人更爱出汗、腹泻等症状，常常出现浮肿的人，或体型肥胖、肌肉松软，而且身体沉重无力、精神疲倦。出现这类症状是体内水湿蓄积的表现。此外，平时抵抗力比较差，容易感冒，伴有怕风怕冷的患者可以服用黄芪水加以预防，它能够固护胃表，提升机体抵御外邪的能力。女性对于黄芪的使用具有限制性，孕妇要谨慎服用黄芪水，因为黄芪的利水消肿作用会促进体内水液通过尿液排出，孕晚期会导致羊水减少，不利于胎儿的发育。月经期服用黄芪也要仔细考量个人体质，如果月经量少、颜色淡、经期提前，并且平时容易疲乏的女性可以适当饮用，但一旦出现经血量多、颜色紫黑、痛经等，再饮用黄芪水会加重病情，甚至导致月经紊乱。二、注意黄芪的不同制法。不同炮制方法会使黄芪产生不同的药效，要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选用适合自己的。现代多生用、秘制。生黄芪更适合平时总出汗、免疫力比较低、经常感冒、晨起容易水肿的人。制黄芪比较适合气虚的人群，这类人会常常觉得疲劳，吃得少或没有食欲，消化不良，大便稀溏。三、控制好摄入量。研究表明，对大多数人来说，黄芪的摄入的安全剂量要控制在每天60克以内，而且不要超过4个月。市面上售卖的补充剂往往是浓缩产品，与常规饮片不同，要注意摄入量的把控。四、药食同源效果更佳。作为日常饮用，黄芪代茶饮是最为方便的一种形式，可以取5到10克热水多次冲泡。此外，
黄芪本身具有豆香味，适宜做成药膳，既营养，还能够增加香味的同时发挥滋补作用，比如黄芪小米粥、黄芪炖鸡等。总之，白女士的案例提醒了我们，用对黄芪水确实对保持健康、维持体重起到一定作用，但是一定要先对自身体质进行评估，或咨询医生的意见再进行食用。正在服用黄芪进行保健的朋友，也要注意密切观察身体状态，控制好服用的量和时间，防止过犹不及，起到反作用。